哪吒汽车员工堵门讨薪的视频再次将哪吒汽车推向舆论风暴眼。2025年6月11日，多名哪吒汽车员工在上海虹桥附近的新办公地点围堵董事长方运舟讨薪的视频，在抖音平台迅速冲上热搜。现场视频显示，员工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而董事长方运舟则回应，要求员工直接走申报流程，想谈判的话必须选3个人对接。说完，方运舟就回到会议室，把讨薪的员工关在门外的走廊上。近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很多车企因资金链断裂、技术不足或市场定位失误等原因倒闭。据统计，2018年中国新能源车企数量曾超过487家，但到2023年底，能正常经营的仅剩40多家，行业洗牌明显。近几年约有400家车企消失，比如2023年10月，威马汽车融资410亿元后破产，创始人沈辉出走美国，车机系统停止服务，导致车辆无法正常使用，车主深受影响。2024年，高和汽车成为首个破产的国产新能源品牌，创始人丁磊决策失误被认为是主要原因。2024年12月，由百度和吉利投资的极越汽车 CEO 夏一平于12月11日宣布公司资金困难，启动清退程序。极越汽车被认为是政府进行补贴而缺乏盈利能力。而这次宣布破产的哪吒汽车，由于其国资背景而分外引人注目。哪吒汽车的母公司合众新能源股权第一大股东是南宁民生新能源产业投资公司，是南宁国资。哪吒汽车的重要国资股东之一，桐乡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由桐乡市财政局100%持股，2024年4月投资了50亿元。2022年，在哪吒汽车 D 轮融资中，深圳市国资背景的深创投和中国中车集团旗下的中车基金参与了投资。此外，哪吒汽车的生产基地布局也与地方国资支持密切相关。2018年，桐乡工厂投产，桐乡市政府提供办公场所，并通过国资入股支持建厂。2024年1月，桐乡总装2厂启动建设。桐乡位于上海、杭州、苏州的金三角中心，距离上海约130公里，杭州约60公里。桐乡以乌镇和纺织业闻名，每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都在乌镇召开。哪吒汽车曾经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中销量登顶的车企。2019年，全年销量首次突破1万辆，跻身新势力头部阵营。通过引入南宁国资委、宜春国资委等国资背景股东，以及获得奇虎360、宁德时代等企业投资，资金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产品线也不断拓展，相继在2020年推出哪吒 V、2021年哪吒 U Pro 等车型，凭借高性价比迅速占领低端市场。2022年，哪吒汽车销量达15.2万辆，登顶新势力销冠，一时风光无限。不过好景不长，此后哪吒汽车销量接连下滑。2023年销量同比下滑16%至12.75万辆。2024年跌幅更大，同比下滑49.37%，销量仅剩6.45万辆。与此同时，公司内部问题接连暴露。自2024年10月起，因经营困境，陆续被爆出大规模裁员、降薪、拖欠供应商货款、停工停产等负面消息。2024年12月，哪吒汽车高层调整，创始人方运舟出任首席执行官，试图力挽狂澜，采取了员工优化、营销渠道调整等降本增效措施，还提出聚焦海外市场的策略。只是这些措施未能阻挡公司陷入更深的危机。面对危机，哪吒汽车并非没有尝试自救。2025年初，公司启动一轮融资计划，目标是筹集40亿至45亿元。
其中领投方预计投资约30亿元，但这笔关键的输血资金迟迟未能到账。为满足投资人要求，哪吒汽车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供应商大会，提出债转股化债方案。3月25日，公司宣布与134家核心供应商达成共识，签署超20亿元债转股协议。根据协议，供应商70%的债权将转化为股权，剩余30%作为无息留债分期清偿。然而，这一方案最终宣告失败。知情人士透露，愿意接受债转股方案的供应商仅能帮助哪吒化解20亿出头的债务，而投资方的底线是30亿元债务化解。5月曾传出丰田汽车考虑收购哪吒的消息，但5月12日，丰田中国品牌沟通部部长徐一鸣公开回应：“这个事吧，真没听说哈。”收购传闻最终无疾而终。桐乡是哪吒汽车的注册地和工厂所在地，方运舟前往桐乡，是否意味着将在注册地和工厂所在地寻求新的转机？目前很难做出判断。在讨薪风波的背后，是哪吒汽车深不见底的财务黑洞。2025年3月14日，法院冻结了哪吒汽车旗下销售公司的2个银行账户时，发现存款分别只有14.74元和439.29元，加起来都不到500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员工通过法律途径胜诉，公司也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哪吒汽车因其国资背景和复杂的股权结构，破产清算流程非常复杂。而被欠薪的员工是实实在在的弱势方。2024年，哪吒汽车海外销量在巴西、柬埔寨等市场通过 KD 件组装模式快速铺开渠道。3月20日，哪吒汽车官方宣布在泰国曼谷举行经销商大会，并与当地供应商及金融机构签署4项重要协议，获泰国金融机构100亿泰铢（约21.5亿元人民币）授信。哪吒汽车的海外布局始于2021年，到2024年，哪吒汽车在海外市场的累计销量接近3万台，占比达30%。哪吒汽车创始人、董事长方运舟接任 CEO 后曾表示，公司将实施6大改革举措，立足国内进行全球化扩张。在生产合作方面，哪吒汽车与泰国当地代工企业 BGAC 签署协议， BGAC 将在未来5年持续为哪吒汽车提供高品质生产支持，并计划于今年7月启动第2款车型哪吒 X 的本地化生产。双方还将把泰国打造为哪吒汽车的东南亚出口基地，未来出口产能预计达50%。这对于哪吒汽车来说，原本是一个巨大的助力。然而，不到2个月，便传出哪吒汽车海外事业部总裁周江离职的消息，其团队多名高管同步出走，导致海外经销商备件供应和售后中断。从销冠到讨薪门，哪吒汽车的坠落并非偶然。过度依赖低端市场、转型高端失败、资金管理失控等问题，最终在行业洗牌中暴露无遗。如今，员工讨薪无门，供应商追债，法院执行无果。正如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Only when the tide goes out do you discover who's been swimming naked. 好啦，小伙伴们，这就是我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喜欢。请在评论区分享您对中国新能源车企的看法，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屁股浑身掉渣渣，出国前就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天雷滚滚我好怕，屁股浑身掉渣渣，出国前就笑哈哈，逆天改命我吹喇叭。